妈妈从我生下来之后就没有好好教养过我，甚至连说话都不愿教我。你让我有什么教养？莲心小姐只是太忙了，所以才没有时间教育你。从前她没时间好好教育你，那现在就由我代替她来好好教育你。我不需要，姐姐，我们走。小萌萌说完就拉着顾灵烟赶紧飞快逃离这个地方。妹妹，那个人是谁呀？那个好像是我妈妈以前的保姆，她太吓人了，简外公怎么不让她走啊？之前李爷爷有让她别来了，她这2天都不在这里，今天不知道怎么又回来了。小萌萌也不清楚为什么灵异会突然出现在那。我们四处转转，看看哪里好玩怎么样？那边后面有个玻璃花房和一个画室，姐姐你想去哪里玩？我们先去花房看看，我还没见过花房呢。好。小萌萌带着顾灵烟来到了花房，这里有好多花，不过除了玫瑰，其他的我一个也不认识。姐姐，这边还有西瓜，我们摘一个回去尝尝吧。好呀好呀，这个西瓜好大哦。小萌萌用尽全身力气都没拽断西瓜头上的那个藤。姐姐快来帮忙，我拽不断它。顾灵烟眼角刚好瞥到一旁修植物的剪刀，她顺手拿过剪刀朝小萌萌那边走去。这里有剪刀，妹妹你站到边上去，我们走吧。姐姐你真的可以吗？没问题的。顾灵烟和小萌萌就这么抱着西瓜朝外走去，刚好灵异进去了，对此他们毫不知情。小萌萌和顾灵烟抱着大西瓜进了客厅。小姐，嫣嫣小姐，你们是想吃西瓜了吗？我来帮你们切。李叔说着就走了过来，拿走了顾灵烟手里的西瓜。姐姐，我们到沙发上等呗。小萌萌拉起顾灵烟的手朝沙发上走去。我去！顾灵烟忽然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小萌萌被他这一下给吓到了。我们刚刚不是说要学做马卡龙的吗？下一秒我们去干什么了？嘿嘿。小萌萌这会也想起来了，她尴尬地挠了挠头。李叔端着切好的西瓜走了过来，他把西瓜放在了桌子上。小姐，嫣嫣小姐，你们这个瓜哪来的？这瓜长得正好，一个籽都没有，水分还很充足，一看就很甜的样子。李爷爷，你也尝一块。小萌萌拿起一块瓜递给了李叔，又给顾灵烟一块。姐姐给你。自己拿了一块。小萌萌、顾灵烟和李叔尝了一口，都被惊艳到了。这个瓜实在味道太好了，好甜，可惜就这一个。小萌萌感叹花房里只有这一个。对了，你们这个瓜哪买的？你们刚刚出去了吗？就是花房里的呀。花房里的。李叔刚吃完就美美的，但下一秒就被小萌萌的话给当头一棒。对呀，怎么了？这是林姨种的，一次只结一个瓜。你们刚刚摘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了？小萌萌刚刚被林姨弄出来的坏心情，这回知道自己吃了林姨宝贵的大西瓜，她心情又好了。没有，就我们。你们现在端着这些上楼找老爷子，一会被人问起就说我外面买的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顾灵烟和小萌萌都满脸不解地看着李叔。你们快别问了，赶紧上去。如果有人问起，你们就按照我说的说，记住了吗？李叔有些着急地催促，这瓜可是林姨的命，这要是知道被他们给吃了，还不知道该怎么闹呢。小萌萌和顾灵烟看着李叔那么着急的样子，只好端起瓜盘上楼。小萌萌敲响了简老爷子的房门。进来。小萌萌笑嘻嘻地探出一个脑袋。外公，你是不是闯祸了？简老爷子看他这样一猜就知道是闯祸了。外公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小萌萌一脸震惊地看着简老爷子。说说看，你闯什么祸了？简老爷子好笑地看着小萌萌。就是我不小心摘了林婆婆的西瓜。小萌萌心虚的不敢看简老爷子的眼睛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呢，一会让李叔给林姨再买一个一样的就好。林婆婆种的西瓜外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子的，我看看。顾灵烟端着西瓜从小萌萌身后走了出来。就是这样的。简老爷子看到西瓜的样子后有些犹豫了，但是还是笑着看着他们安慰道，这个还真有点难，不过应该买得到，没事。真的吗？小萌萌一脸期待地看着简老爷子。虽然这样的有点稀有，但是不难找。那就好，我们在外公这躲一会。你这么害怕他吗？简老爷子有些好笑地看着小萌萌。是他不喜欢我，总觉得我这不好那也不好，他还不许我跟姐姐玩。小萌萌嘟着嘴不满地跟简老爷子告状。他刚刚还在花园里使劲拽妹妹，妹妹都喊疼了，他还不肯放手。顾灵烟也在一旁添油加醋补充。小萌萌一脸委屈地点了点头。他敢欺负乖宝，乖宝快给外公看看，受伤了吗？这里都红了，外公你看。小萌萌委屈巴巴地将被抓红的手臂递了过去。哎呦，怎么抓得这么严重？他怎么可以这么对你？虽然只有一点点痕迹，但是简老爷子看着还是心疼了很久。小萌萌嘟着嘴点了点头。没事，一会我让李叔跟林姨说一声，以后他别来老宅了，就在家安心养老就行。简老爷子心疼地安慰小萌萌。
小萌萌开心的点了点头。顾灵烟把西瓜端到简老爷子面前。简外公，你可以吃西瓜吗？我可以吃1块，剩下你们吃就可以了。简老爷子笑着拿了1块。简外公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呀？我这病还需要养一段时间，等能做手术了，到时候做完手术就会好了。等简外公好了，简外公来我们家做客。顾灵烟热情地邀请简老爷子去顾家做客。我才不去顾家，你想来简家老宅玩，这里随时欢迎你来。好。顾灵烟对着简老爷子笑了笑，并不是很在意。他觉得只要小萌萌回顾家了，简老爷子不去也得去。几天后，夏令营快要开始了，顾灵烟准备回顾家。姐姐，你路上小心，我们明天见。小萌萌依依不舍地看着顾灵烟。你们回去吧。简阳一他们也在前天回来了，他们和顾灵烟短暂地相处了1天，也很喜欢这个有时候成熟又有些虎的妹妹。你到家了记得给我们打电话说一声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司机启动了车子，小萌萌直到看不见车尾后，才依依不舍地收回了眼眸。我们回去吧。小萌萌溜到简老爷子的房间里。萌宝咋来了呀？外公，外面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出去晒晒太阳好不好？